今天到了中目黑，我们今天想要去吃一间高级版的藏寿司。从这条小巷子走进去，这间店叫做无天藏，原本在关东地区就只有这一间店，前阵子在新宿开了第二间店。从车站出来走30秒就到了。应该是桌子的座位还有剩，所以我们开店后没多久就可以进去了。内容に発見します。お進みください。お水とはこちらのサーバー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せ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小包厢，店员帮我们把抹帘拿下来。没想到回转寿司店的桌位还有帘子。我觉得这一间店的装潢真的有比较讲究，有高级感。现在有新宿店开店纪念活动，加 LINE 好友就会送酷澎。现在是可以换一杯免费的绿茶或黑乌龙茶。现在是北海道季，接下来是四国季。你看那是还有哈密瓜。现在有北海道季，它的价钱比原本的藏寿司贵了一点。有机生鱼片，感觉应该是食材，应该是装潢和食材都比一般的藏寿司再讲究一点。有冰明湖产特上鳗鱼，今天是土用丑日，要吃鳗鱼的日子。这样我们今年土用丑日有吃到鳗鱼。まもなく到着します。まもなく到着します。ご注文の品がまもなく到着します。它可以选饭量，这个是正常的量，这个是一半的量。汇总量比较小的人就可以点少饭，附装甲的茶碗蒸。今天是土用丑日，我要先吃鳗鱼。这样子我们今年土用丑日有吃到鳗鱼。回想起今年去冰松吃冰明湖鳗鱼吃到饱的美好的鳗鱼滋味。那真的好好吃，好想吃鳗鱼吃到饱。上次明明吃到最后说不想再吃鳗鱼了，因为吃到饱的循环就是这样子，去之前很想吃，吃了之后觉得腻了，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想再去吃。每次吃回家的寿司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茶碗蒸了。你是专程来吃茶碗蒸的？这茶碗蒸里面有加，应该是新鳗的，吃到一口好香。我们很幸运没有预约，刚好有最后一桌的桌位。但其他现场来的人都是选吧台座位。发券机那边显示，我们下一组如果要选桌位的话，就要等1小时以后了。饭量可以选一半，真不错。我觉得它的炙烧系列啊，有一种香味，炙烧的香味。QQ 的炙烧的伊瓦西，这个也还蛮好吃的。我的乌龙ご茶来注文の了。品がまもなく到着します。酱油写说可以直接滴在寿司上，有些是要倒在碟子里。我觉得这一间的料都还蛮大的。对啊，像这个甜虾，虾子就还蛮大的。我刚才吃的烤牛肉超厚的，这是北海道季的限定商品，煮饭必备。加点了一罐粉尾鱼上刺身，它颜色很漂亮。点了一盘有机哈马吉，他写说这个是在店内切的，
最后点了北海道记的红肉哈密瓜，好久没吃哈密瓜了，没想到能在寿司店吃到哈密瓜，哈密瓜的味道好香。我们总共吃了6040元含税，比一般的藏寿司贵了一点。我记得我们每次大概都吃3、4千块吧。我刚才加了赖好友，所以乌龙茶免费。现在结账，每3000元就会送一个史努比的寿司盘。我们折掉饮料的钱之后，变成5850元，只能拿一个寿司盘了。结果店员是看用折价券之前的金额，所以我们拿到了2个盘子，那上面还有写+40，这是寿司盘，所以比较高。我们也不会在家里自己做寿司来吃，这个的使用频率可能会有点低。应该当装饰品吧。无天藏的用餐环境跟寿司都还不错，但是假日人比较多，限时1小时，就吃的比较赶一点。还好出餐速度蛮快的，点完没多久寿司就来了。现在没什么人在排队。龙哥说想要来买一个原味的，每次这一件都排超多人。有2款是中目黑店限定的。买了一个中目黑店限定的黑芝麻橘子酱。现在天气好阴哦，看起来快要下雨了。阴天的目黑川。前阵子在中目黑的Aesop买了身体喷雾，我们2个都觉得很好用。现在夏天只要出门就会喷，真的有比较清新的感觉。我现在想要买新的精油，想说来闻闻看它的味道。这是打雷的声音还是车子开过去的声音？打雷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一定会下大雨。Aesop隔壁有期间限定的雪见大福店，可以自制自己喜欢的口味。我本来想事前预约，但是完全没有抢到。我们上次买的身体喷雾，店员介绍说这是他们新出的沐浴乳。找到精油了，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有5种味道。我买的 Beatrice 这一款是木质调的，里面有雪松、香茅跟帕丘里，我不知道帕丘里中文叫什么。帕丘里有一点点像泥土的味道，是很大自然的味道。除了精油以外，还买了护唇膏。这套护唇膏也是有含雪松的，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嘴唇太干了，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刚才我们一进店，突然间下起倾盆大雨，结完账之后雨就变小了，虽然雷声还是很大，但是至少雨变小了。我们运气还不错，躲过那阵最大的雨。我们想要到这附近的一座美术馆，走1分钟就到了湘阴美术馆。这是一栋现代日本画的专门美术馆，主要在展示现代的日本画。现在在展示夏天的画，门票是800元，这里共有3层楼。
伞可以像这样子锁起来，很好，比较安心。展示室都小小的，不大。我们这样子大概逛了1个小时，而且逛完出来之后，雨已经完全停了。我们可以继续散步。我们往代官山站的方向走。我想要去那附近的一间古民家咖啡厅，从这里走过去大概11分钟。这画的好可爱哦，有一只还被踩到大小眼。现在雨刚停，空气中还都是雨的味道，雨把树叶都打下来了。从中目黑走到代官山好快哦，我们已经到车站附近了。这间店门口的摆设跟我们上次来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。那脚掌是用电话做的。今天要来买面包。韩好像也很开心，雨停了，叫得特别大声。一支箭跟一个盾牌。我们很久没有来这间面包店了耶，最近来代官山都直接到车站附近那一间，买了一个天然酵母圆面包，这个没有买过，它好大一个哦。还买了一条法棍，这间店的法棍蛮好吃的，虽然我蛮久没吃了。这间店还有卖一些食材跟调味料，还有卖便当。雨过天晴，现在虽然还是有云，但是阳光好强哦。我们到了，从外观看起来就是古民家。应该是因为刚才下雨，所以户外座位都包起来了。我们头上刚好有一个凸出来的柜子，我觉得有一点压迫感。再高一点就顶到了。乌龙面的种类还蛮多的。加250元就有饮料。我想要吃这个自己做水果大福，用日光的天然冰。那边有长野的有机蓝莓冰。介绍写说，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昭和初期的气氛，但是我觉得他放的音乐听起来还蛮现代的。听了好几首都很现代。我觉得这里蛮 rock 的，复古风，那灵魂还是代官山。我点了牛肉海带芽乌龙面，这个是普通大小的，加了250元，点了一杯冰红茶。这间店的低消是一杯饮料，所以我也点了一杯红茶。可以自己做的水果大福。现在的季节水果是橘子，有大福皮、橘子、红豆跟草莓酱。
那么多才多艺，还会包大福。我没有包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包，这是冰的，因为我还要很完美的把这些配料分成6等份，有点困难哎。没关系，你有6个，你有6次机会。看起来很像什么奇形怪状的馄饨。这个草莓酱很好吃，草莓的果香很浓郁，然后红豆是咸的，如果橘子现在是草莓就好了。然后瓦卡梅放的蛮多的，闻起来很香。可是这个普通尺寸就蛮大碗。对啊，高汤很香，海带芽很香，牛肉也很香，都很香，都蛮香的。草莓酱加太少的话用不完的。好像跟你第一个没什么差别。看起来还是很湿，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但是还蛮好吃的啦。你要挑战更高难度，黄金18折，我觉得比较像生八桥。应该有算成功吧。我发现这间店放的音乐有老歌又有现代的音乐，算是一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吧，让大家虽然在老屋里，还是不忘记这里是代官山。我包一个漂亮一点的给你。现在还算蛮漂亮的吧？怎么吃啊？一口吃下去，蛮好吃的，草莓大福，我没有感受到橘子。乌龙面还加点了一个水饼，点套餐的话会比单点便宜一些些。要用牙签把它刺破。我总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哪边吃过类似的甜点？我也记得好像有在哪里吃过，我觉得好害怕，但刺不破。是一个让我感到恐惧的甜点。吓到我！就这么一瞬间就破掉了。史莱姆。看起来很好吃哎，真的好像史莱姆哦。蛮好吃的，很清爽的一个甜点。那吃起来应该就像果冻一样吧？哦，对啊，甜点的果冻。我分的还蛮平均的，刚好6等份。6等份的大福。这大福真的还蛮好吃的。古民家咖啡店的隔壁是一间还蛮有名的牛奶糖店，有牛奶糖自动贩卖机。车站附近有一间甜点店，这间的塔真的很好吃，只是真的很贵。法国人老板最近开了一间新的面包店，就在他隔壁。连面包也不便宜，跟塔一样。买了一个可颂，我看评论蛮多人说可颂好吃的，它的层很漂亮，折痕很漂亮。还买了一个杏仁巧克力面包，装在袋子里面之后，巧克力会粘到袋子上的，里面包蛮多巧克力的。面包好吃是好吃，但没有让我惊艳的感觉。或许是价位偏高，我的期待值上升太多，才导致期望越大，失望也越大吧。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